阿丽亚，你真的要和尼克离婚吗？福斯科夫人打电话问我，声音里满是担忧。杰登还那么小，他需要你。我站在灶台边，一只手撑着台面，平静地回答：我和尼克结婚是因为协议。杰登现在5岁了，他能照顾自己了，不再需要我了。我欠福斯科夫人一个大人情。为了报答她的恩情，我同意了一份为期5年的婚姻契约。5年里，我扮演着完美的安布罗斯家的妻子，照顾尼克和他的儿子。但契约明天就到期了，我终于自由了。他还没来得及回应，我突然感到额头一阵刺痛，一个硬物砸中了我，一块石头哐当一声掉在瓷砖地上。我赶紧用手捂住伤口，鲜血顺着脸颊流下。我转过头，看见杰登就站在窗外，他双臂交叉，眼神轻蔑地眯着，又在向奶奶告状。看来我之前给你的教训还不够，我该送你去地下陪我妈妈才对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1小时前发生的一切瞬间涌上心头。今天是我25岁生日，我以前从没过过生日，所以给自己买了个小蛋糕。但我不小心穿上了已故姐姐的裙子，杰登看到后勃然大怒，他一把抢过蛋糕，用黑漆在上面涂写了“安息吧”，然后作为最后的点缀，他在上面插了白菊花，那是献给逝者的花。我的生日蛋糕变成了祭品。他得意地笑着，对自己的杰作很满意。你以为你配过生日吗？要不是你，我妈妈就不会死。我会有一个破碎的家庭。记住，从今以后，今天不是你的生日，是你的忌日。然后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他把蛋糕狠狠砸在我脸上，毁掉了我唯一期待的一天。我没有喊叫，也没有哭，我只是默默地走到厨房。他跟了进来，因为我没有反应而生气。杰登还不满意。怎么，现在不高兴了？你真小气。他厉声道，我发誓，等我长大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赶出这个家。我看着这个我倾注了5年关爱和心血的孩子，心沉到了谷底。我太累了。你不需要了，我轻声告诉他，我明天就离开这个家。然后我走出去，到客厅清理额头的伤口。我正在给流血的额头包扎，突然听到楼上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。我脊背一凉，我跑上楼，发现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，一只玉镯，被摔得粉碎，碎片在灯光下闪烁，刺痛了我的心。我跪下来，一片一片地捡起来，小心不割到手。多年来，尼克的父母刁难我，我没哭。尼克把我当作姐姐的替身，只把我当作发泄压力的工具，从没给过我更多，我没哭。甚至杰登用蛋糕当众羞辱我，我也没有哭。但现在看着妈妈留给我的破碎手镯，我崩溃了，泪水汹涌而出，滚烫，失控。那只手镯是真正爱我的人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。杰登站在附近，看着我崩溃，然后他得意地笑了。很痛吧？在乎的东西被毁掉的感觉，这就是你害死我妈妈的报应。现在我要毁掉所有你在乎的东西。杀人犯！那一刻，我终于失控了。我抓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拽过来。你现在就把所有碎片捡起来，把它们拼好。他眼中闪过一丝震惊，大概是因为他从没见过我这副样子。但他还没反应过来，一只手猛地把我推开，让我跌坐在地上。你发什么疯？尼克瞪着我，眼睛布满血丝。不过是个镯子，你怎么能为这个对小孩子发脾气？我坐在地板上 ，stunned， 仰头看着这个我曾发誓要爱的男人。对他而言，那只是一件廉价的饰品，但对我而言，那是无价之宝，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10年前，我的家乡发生了地震，我母亲为了保护我而死，她用身体为我挡住了掉落的混凝土，水泥板直接刺穿了她。我在那天失去了她。福斯科夫人几年后找到了当时15岁的我，资助我上学，给了我未来。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。尼克一定意识到自己过分了，他把杰登推出房间，关上了门。
他走过来，把我从地上抱起来，放在床上，轻轻擦去我的眼泪。我以为你比这更成熟，他轻声说，你不该冲孩子发脾气。你欠杰登一个道歉。然后他俯下身，开始解我的衬衫扣子。今天是你生日，让我补偿你，就当是为你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的奖励。我倒吸一口气，推开他的手。尼克，我的声音平静而坚定，我要离婚。杰登闹脾气，现在你也闹。尼克一脸挫败，他只是个孩子，可你呢？你是成年人，你为什么不能试着理解他？等他长大了，他就会明白了。我工作很累，别再给我增加压力了，行吗？我没精力应付你。我想告诉他，我不需要他解决什么，只需要倾听。但对尼克来说，我说的一切都像是抱怨。他的眼神变冷，所有欲望的痕迹都消失了。我还有工作要处理，他嘟囔着，怒气冲冲地走出去，砰地关上了门。今晚我不跟你睡了。我都懒得数他这样丢下我多少次了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对他而言不过是个方便的玩具，想要的时候在身边，不想要的时候就视而不见。但过了今晚，我不再会是任何人的玩具了。我在桌边坐了一整夜，小心翼翼地试图把母亲的手镯粘回去。当然，这是徒劳的，愈不易修复。但我还是试了。我只有一些便宜的超能胶和一个祈祷。等我望向窗外时，天已经亮了。福斯科夫人发来消息，叫我过去。我披上外套就去了。我到的时候，他正坐在客厅里，脸色凝重，满是担忧。看到我，他叹了口气。我听说昨天发生的事了。杰登很像他爸爸，固执，难管。但是阿丽亚，是你把他带大的，他心里肯定有在乎你的部分。给他点时间，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。然后他直视我的眼睛，你真的准备好离开这个你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家了吗？他的话让我停顿了一下。但如果里面已经没有爱了，还能称之为家吗？我的思绪飘回了已故的吉安娜身上。吉安娜和尼克从小形影不离，是好朋友，是甜蜜的恋人，是灵魂伴侣。他们一起长大，一起经历人生的每个阶段，最终结婚。他们是那种让人羡慕的夫妻。直到5年前，吉安娜突然去世，尼克从此一蹶不振，仿佛他的一半也随他而去了。他像个空壳一样游荡，连最基本的需求都忽略了，包括他们年幼的儿子。福斯科夫人忧心忡忡，她不想让杰登在缺乏母爱的环境中长大，但她不能随便找个人来填补这个角色。她怕某个陌生女人会毁了一切。于是有一天，她向我提出了一个提议，嫁给尼克，抚养杰登，做他唯一孙子的母亲。在过去5年里，我付出了一切，让福斯科家像上了发条一样运转。我把杰登抚养成人人称赞的模范男孩。我甚至承接了尼克的情感烂摊子，试图让他的生活轻松些。但无论我做什么，从未换来他们一丝一毫的爱。对尼克来说，我不过是个有体温的躯体，只是在他有欲望时才需要的人。其余时间，我几乎如同隐形。至于杰登，他恨我。因为外人的几句闲言碎语 ，gossiping about me， 他恨我入骨。每次他看着我的眼神，都像在诅咒我死。这种情况怎么能被称为家呢？福斯科夫人最终放弃了劝我留下。相反，她递给我离婚协议，告诉我一旦签字，我就自由了。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我毫不犹豫地签了字。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我试着用钥匙开门，但锁换了。困惑中，我敲了敲门，但没人应。正当我准备打电话给管家时，杰登走了出来，双臂交叉，眼里满是厌恶。哦，看看谁终于知道回家了。你怎么不死在外面算了？那样就不用再给我和爸爸做饭了。他在气我今天没给他做饭。杰登胃口挑剔，味觉敏感，几乎没人能做合他口味又不让他难受的饭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甚至去上了烹饪课，就为了学做适合他的饭菜。那时候，他常常抱着我笑着说：“妈妈，
你是全世界最棒的厨师，我要永远吃你做的饭。但不知从何时起，一切都变了。现在，他只希望我消失。突然，天空雷声大作，毫无预警地下起了倾盆大雨。瞬间，我就湿透了。我无处可躲。我抬起头，轻声说：“杰登，我能进去吗？待在外面我会感冒的。”他讥讽道：“你以为我在乎？你不是那么想出去吗？那就待着好了。”杰登，你在跟谁说话？一个女声从屋里甜甜地传来。瓦伦蒂娜·伯恩斯踩着极高的高跟鞋走过来，手臂自然地搂住杰登的肩膀，仿佛他们才是一家人。看到我，他忍不住笑了。哦，是你啊。抱歉，亲爱的，但尼克说他今晚要陪我，估计你得睡外面了。然后他转向杰登。来吧，杰登，晚饭好了，你爸爸在等我们呢。耶，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吃饭了，薇薇阿姨。杰登笑容灿烂地拉住他的手，你最好了。我看着他们亲密温暖的身影走回屋里，胸口一阵刺痛。我养大的孩子，这个我倾注了全部心血的男孩，看不到我为他做的一切。相反，他黏着一个尼克带回家的女伴，只因为她长得有点像吉安娜。已经打不到车了，雨还越下越大。我像只流浪狗一样蜷缩在大门角落，试图躲避暴雨。就在我以为得在那儿待一夜时，门开了，管家拿着伞走出来。夫人，福斯科先生说您可以进来了。我脑子半僵，点了点头，拖着身子进去。第一眼就看到杰登蜷在瓦伦蒂娜膝上看电视，尼克在旁边给他们削水果。他们看起来就像完美的一家人。我没理他们，径直上楼，但尼克叫住了我。你知道杰登的胃只吃得惯你做的饭，以后出门别超过1小时。我冷冷地疲惫地笑了笑，平静地说，那你最好尽快雇个专业营养师，或者让伯恩斯小姐学一下食谱，我都写下来了。我们快离婚了，记得吗？刺耳的哐当一声，尼克把水果刀重重摔在盘子上，声音刺耳。阿丽亚，是我对你太纵容了吗？所以你才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他推开椅子，大步走到我面前，紧紧抓住我的手腕，力道大得发青。你把离婚挂嘴边，以为它不值一提？你真以为我不会离？他当然会。为什么不呢？他从未爱过我。真的。他还没离婚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杰登。他想让儿子相信他还有一个完美的小家庭。我保持平静，直视他的眼睛。那你不如直接问问杰登，他到底想不想我留下？问他在不在乎我们是否在一起。恰在此时，杰登充满轻蔑的声音响起。爸爸，我早就想让你跟他离婚了。我讨厌他。我更喜欢薇薇阿姨。瓦伦蒂娜赶紧捂住他的嘴。杰登，亲爱的，不能这么说，会伤你妈妈心的。他说的话没错，但他眼中闪烁的兴奋出卖了他的真实感受。她不是我妈妈。我不要一个杀人犯当我妈妈。杰登喊道，充满恨意地瞪着我。我对尼克耸耸肩，干巴巴地说，看，你听到了。他不想我留下。现在我们可以离婚了吗？尼克皱起眉头。他转向瓦伦蒂娜。瓦伦蒂娜，带杰登下楼。瓦伦蒂娜犹豫了一下，眼中闪过一丝失望，但还是点点头，带着杰登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再次说道，你和杰登都喜欢他，为什么不让他当福斯科夫人呢？我对这个头衔腻了。你就这么急着把我推给别的女人？他的声音低沉，危险。我看着他，真心困惑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爱吉安娜，人尽皆知。即使他去世5年了，他也从未走出来。他从未用含情脉脉的眼神看过我。我只是个替身，他身体需要时利用的对象，仅此而已。而现在，他终于找到了瓦伦蒂娜，一个和吉安娜像的诡异的人。他难道不该高兴吗？但他没有回答，脸色反而更阴沉了。他猛地转身，回头吼道，瓦伦蒂娜，回来！他惊讶地探回头。
没等他问什么，尼克抓住他的手腕，把他拖向走廊。你想看我们在一起是吧，阿丽亚？他厉声道。好，我满足你。说完，他把他拽进卧室，砰地关上了门。不久，墙那边传来了呻吟声。我毫无感觉。我来到这个家，从来不是为了爱，我是来还债的，仅此而已。我从未让心投入其中，除了冷漠，从未期待过更多。尼克一直爱着吉安娜，现在他找到了一个完美映照他的影子，像得几乎诡异。瓦伦蒂娜是他的第二次机会，一个活生生的、呼吸着的，他从未停止哀悼的女人的影子。他应该高兴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我的航班快起飞了。我悄悄把离婚协议从他门缝底下塞进去，拎起行李箱，走下楼。但就在我走到前门时，杰登挡在了我面前。他猛地一脚踢翻了我的行李箱。怎么，说几句重话就要耍脾气走人？他的声音充满鄙夷。你以为这样能引起爸爸的注意？让他像电影里那样追出去？你真可悲。我一言不发，只是弯下腰，平静地捡起行李箱，打算绕过他走。然后，毫无预兆的，杰登从桌上抓起了那把水果刀，猛扑了过来。他冲得很快，刀尖直指我的胸口，脸上扭曲着愤怒。